每当我们一说到肉干的时候呢，大家呢就会异口同声的说新年。你们的店哈，在过年的时候会排队到不清不楚哈。那个人龙一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讲哦，我要10公斤，我要20公斤。早期的肉干哈，是不是只有那么一种呢？是的，只是切片肉干。所以你的腌料有糖、你当然有糖喽，鱼露鱼肉对。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太方便透露。放心，你的老板不在，你讲啊。以前他们都是用太阳晒，然后也要看天气啦。好像今天的话，我看要晒3到5天。你不要跟我说我们要等3到5天吧。今天是大年初4，陆江在此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步步高升。其实初4了，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呢是我的农历生日，所以呢，祝你生日快乐！这样都可以啊，谢谢。Chef Aaron，Hello， 陆江，来，哇，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在这里啊，我就祝你身体健康，好啊，步步高升。收到啊，红包，今天我们的主角是肉干啊，对你那个颠覆版本肉干的那道菜呢？今天我并不打算做颠覆版本啦，我想讲一些关于我的肉干的故事。这个故事肯定一定是很有味道的，对不对？肉干来讲呢，对我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我来自渔村，小时候家庭背景不是很好，所以肉干呢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才吃，而且吃的时候呢只能吃半片，另外半片是给我弟弟吃然后吃的时候必定要搭配沙西或者是那个 orange 的汽水。然后再来说，以前我的阿姨也是做肉干的，所以通常我们做了以后都会卖给客人，不会让自己吃。所以大致上啊，这一集呢，他们选中你啊做我们的这个嘉宾厨师，是因为你是对这个肉干是有满满的回忆。我的阿姨那个时候她是用猪肉剁成泥，腌制以后，然后铺上去网上面晒干，然后切了这样的去烤。不过我不懂新加坡的是不是一样的做法？你对肉干的认识就是到这里而已啦。那你对这个肉干它的历史了解有多少呢？靠你带我去见识一下了。我跟你讲，随着科技的进步哦，我们不需要去实实在在的去 library 还是什么的，因为我有 research team。好，其实肉干原本是中国南方的特色食品，叫做肉脯。早年呢，移民到这个新加坡的中国福建安溪先辈啊，他们就把这个肉脯改良成这个肉干，跟那个原乡的那个肉脯比较呢，这里的这个肉干呢就来的比较甜比较有那个炭香味啊。对，除此之外，这边还有另外一份报道啊，就是说，在这个1972年啊，从事这么肉干行业的呢，大约有100多家，60%的全部呢都是福建安溪人来的，当中呢就包括了新加坡最老的那个老字号。不过呢，现在那个老字号呢，它已经不在了。可是，我们就找到了另外一家老字号这一家我们会去拜访，而且呢，它跟之前的那个最老的那个老字号呢是有渊源的。什么渊源？是仇家吗？可能啊，看你眼神。大年初4讲什么仇啦？是爱，是亲情。哇，不是情人节了，好烦哦。Hello， 你好。你好，你们好。请问你阿成在吗？我就是。你就是阿成啊？对。他们跟我说你是这间店的经理啊。是的。这家老字号是创于1905年的，对不对？是的，对。跟我们说一下它的历史好不好？在1890年的时候呢，我们老板的曾祖父林水源先生来到新加坡这边，他的哥哥林金和先生呢是已经在新桥路香港街卖肉干了，那个应该是新加坡第一间肉干店。
林水源先生呢，就跟着他哥哥一起在那边做卖肉干。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哥哥林敬和先生叫他去小坡这一带创立这个品牌。在本地，许多老字号肉干店的店名都有元或福字。据说这是因为本地最早创立的肉干店店名带有这2字，所以其门下头手和伙计学到功夫之后，自立门户时也仿效取名，以示渊源，以便在市场分一杯羹。随着本地肉干行业的蓬勃发展，有人看准商机，到马来西亚做起了肉干生意。至此，使得肉干这种传统食品在新马两地更为普及化。想不到肉干行业啊，那个时候已经那么蓬勃了。是的，是的，因为那个时候肉干很受欢迎，尤其是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当年就有很多小贩会去南天酒楼对面的小街，比如说豆腐街的咖啡店那些地方，卖那个肉干。因为我们都知道肉干呢，早期啦，它的价钱算是蛮贵的。贵的，有些普通人呢，他们可能1年只吃1次。OK。对，因为都是过年的时候才会去吃。如果说是平日的话呢，比较多一些是那种有车阶级那些有钱人吧，对，或者说那种华商啊，或者在大家族工作的那种妈姐啊之类的。哦，那当然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人的生活水平啊，已经慢慢的提高了嘛，对不对？是的。哎，说了那么多，我们的肚子饿了，你要不要给我们吃肉干？呀 OK， 我先来。哇，真的，这个肉干的纹路很清晰啊。这个是传统切片肉干，因为以前是没有肉碎肉干的。也就是说，古早味的肉干是切片的。是的，是的。它似乎没有什么脂肪的啊。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后腿肉，所以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然后会比较有咬劲一些。早期在1890年的时候，也是全部都是后腿肉。是的。我在咬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它是后腿肉，它完全没有脂肪啊，它的口感啊，就跟我们现在所吃到的非常的不一样。现在吃到那个肉干呢，它比较软，这个呢就来的比较有那个润性在那边，不过真的是比较香，是也有一香。那当时的腌料有什么呢？比较主要的那几样吧，就白糖啊、酱青跟鱼露，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不太方便透露。放心，你的老板不在，你讲啦，他不会知道的。直了播出来之后，他会看节目，不可以听。那个古早味的肉干的制作工序是怎么样的？它是会先把肉切成一片一片的，猪肉的纹理需要逆着来切，为什么呢？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口感。对，会比较难咬一点。对。所以下一个过程就是来腌肉就是说我们要腌好了之后呢，我们就一片一片铺在竹筛上面。然后在铺之前呢，会先抹一层那个猪油，防止那个肉粘在那个竹筛上面。铺好了之后呢，我们会进去炭火的一个空间里面去熏2个小时左右。所以当时每个人的做法都一样的吗？有些人他们可能是放去炭火里面烤，有些人可能去太阳下面晒干，或者风干那些。真的就是放在太阳底下晒啊？是的，因为有些人没有店面，所以他们只能用这个方法做。对。当年当他们开始卖的时候啊，他们是怎么样的卖法呢？因为是手工切的，所以它的重量不同的话，它也一定要按照那个重量来卖。阿成，虽然你年纪轻轻啊，不过你的这方面的资料啊是多到不行啊。那非常谢谢你啊，就是为了参考嘛，你就包一个人10公斤这样，谢谢。现在我们拜访的这家老字号呢，是创办于1933年。Daniel 你好，你好，你好，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 Chef Aaron。对，你好。Daniel， 请问你的创办人啊，是不是来自这个中国福建安溪的？我的舅公，他叫张瑞义，他的祖籍是福建安溪，不过他是出世在新加坡。那在1933年呢，沿街开始销售肉干，一直到1945年，他在罗球路开了第一家店。这样早期的肉干啊，是不是切片的？对。原来的肉干都是拿那个后腿肉切片制作的，那因为绞碎肉可能会混合其他的肉类啦，其他部位啦，所以后腿肉会比较珍贵。那口感方面一定有不一样嘛，对不对？如果做得好的话，切片的还是非常好吃，非常软。真的吗？来，我们来试试看。好。
这边呢有我们的切片肉干，还有肉碎肉干，尝一尝吧。来，口味如何呢？后腿来的。是啊，后腿本身是没有脂肪的，这样子烤出来的话呢，它是比较有那个韧性的。对，不过这个呢就蛮嫩的。我们来吃这个肉碎的，非常的不一样啊！你在咀嚼切片肉干的时候，它是全部连接在一块的嘛。不过肉碎的呢，你一开始咀嚼的时候它就散了。对，我比较喜欢那切片的，切片真的，因为你在咀嚼的时候，它当中的那个味道呢，慢慢就这样子出来了。对。Daniel，那早期的肉干啊，是不是只有那么一种呢？是的，原来只是切片肉干。以前的做法跟现在做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做肉干的这个过程呢，从以前到现在都基本上没有改变。那首先呢，我们先把一整块的肉切成大概3到4毫米的薄片。早期当然是人工切的嘛，对不对？是的，现在呢都是机器切，因为机器切的比人切的好。所以你们用的腌料有哪一些呢？我们的原材料很简单，只有鱼露，还有白糖，腌制要1-2个小时。腌制过后呢，再把它铺在竹筛上。竹筛呢是我们改良过的一个版本，我们在钢框上加上竹片。所以现在你们就不是用那些圆的竹筛了啦。我们的现在的竹筛变成是4方形的啊呀，最后哈修剪的时候就很容易成型了嘛，对不对？那些圆圆的那些边角啊就不会浪费了。是的，前面我们已经是腌制了嘛，过后又放进那个火炭的烤炉，烤完之后呢，又从竹筛上取出这个肉干，再把它切成销售的小片，过后又送到店里，又火炭烧烤，把肉干烤出来。那我听说啦，早期啊，他们铺在竹筛之后，就放在太阳底下来风干来晒的。对，就是说早期，有些人是这样的一个制作方式，不过我们一路来都是放在火炭的烤炉里面烟熏。OK， 这里我看到啊，除了就是肉干之外哈，你这边也有咖啡啊。是的，今天我让你们尝试一下肉干的美食。哇，赞，怪不得。很多顾客跟我们分享说，他们在家里都会拿肉干夹面包啦，是那用肉干肉丝啦，配饭啦，配粥啦，炒饭那就给我们一个灵感那么就说，我们可以做一个 bistro 那 bistro 里面的菜肴呢，都跟我们的产品有关系。给你选，你要吃哪一个？我要吃这个吐司，这个是 cheesy bacon toasty， 这个吐司很脆，然后搭配那个肉干，哇，很香。你用的是什么乳酪 mozzarella， 因为 mozzarella 它会有那个滑丝的感觉，对，而有那个口感比较弹性一点。说到你的 DIY slide，我就看到你的那个金钱肉干嘛，对不对？有个小故事要跟你们说啊，早期啊，70、80年代之前，当我们去宴席的时候，不是有那种冷盘吗？对，上面呢就有那个金钱鸡嘛。这个金钱鸡啊，它的制作工序是非常的繁琐的，所以过后他们就用了这个金钱肉干来取代。And this one， Carbellini carbonara， 所以上面是有肉干，还有肉松。对，因为这个 carbonara 嘛，对不对？所以是用蛋黄做出来的。其实它的奶油成分呢是蛮浓郁的，然后当中呢就有那个大蒜的那个香气。它奶油酱放的刚刚好，不会说觉得很腻。然后我也喜欢吃雪糕。Yes, vanilla with bacon。当你把这个肉干碎加在里头的时候啊，除了那个软绵绵的口感之外呢，你也有一些那个肉干碎。然后你知道 vanilla 口味的 ice cream 哈，人家都会用 vanilla 来形容，就是淡淡无奇，没有什么惊喜。不过呢，我觉得加了这个肉干进去啊，这个 vanilla 呢就更多了那种层次感在里边。我听说早年呢，在新马一带啊，广东人就把这个肉干啊叫做晾肉，你有没有听过？晾肉是马来西亚呢有一位美食作家，他就写着啊，在广东话，这个晾字听起来很像狼，所以那些小朋友呢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吃这个狼肉。就不知道这些广东人说的晾肉呢，跟这个福建人所称的这个肉干呢，是否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就找了邝文德师傅来跟我们解说。答案就在你手上，请播。好，广东人说
龙肉其实就是福建人口中的肉干。以前广东人在牛车水看到福建人卖肉干，把它说成龙肉晾肉，因为肉干的制作方法很像晾衣服。到了1960和70年代，各大肉干店一直打广告，所以肉干这个名称才深入民心。后来也是有广东人跟着称呼为肉干了。哦，原来是这样。像广东人讲的晾肉，就是福建人的肉干。一样的东西，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说的没错，就好像 potato and potato same thing。好，好，接下来我们要去拜访的这家老字号呢，是创立于1938年的。好，坐我的车啦。好。我还好，不是农历新年期间过来啊，不然的话就会排长龙。我们当然不会选高峰期的时候来嘛，对不对？哎，请问你啊，老板在不在？老板不在，老板在工厂。那拜托了，那要不要去工厂啊？既然来了，我们不能买一点肉干回去吧？哎呀，你这个人好像长得那么大，一点心机都没有啊？为什么要买？去工厂直接拿来吃吗？也对，也对。好，不要说我教你的。OK。Rod、Benny、Jerry， 哪一位是哪一位 ？Hello。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你爸爸他的那个历史呢？我父亲当时是从福建厦门来到新加坡，他开始的时候就做那个杂工啊，咖啡店的帮手啦。他那个时候就想念妈妈了，所以他就开始做他妈妈教他的肉干啊。早期的时候，他就开一个 push cart 在豆腐街金秋 Street。那时候是推车的，对，之前是推车，38年才是有一个正式的角落可以开摊。后来存够钱哦，他就在1956年真正的在新桥路那边开了一个店。那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呢？我是从小的时候，每次放学就是在店里学东西，员工在做的时候我也帮。有偷吃？有啦，也有偷吃啦。老师，其实他不用偷吃了，你们就是名正言顺的吃了嘛。不可以，结果我的爷爷会骂的。那些是给顾客吃的，不是给我们吃。所以要吃的话都是暗吃，不是明吃。哦，可是很明显的，你应该是偷吃了蛮多的哈。对呀。那你是什么时候接手生意的？我是1988年接手，那个时候我父亲去世，后来我的孩子大了，他们接手我的生意了。你们的店哈，在过年的时候会排队到不清不楚哈。开始排那么长，是因为你要想一下，肉干一片，这大概可能你要1-2分钟的时间去烤。那个人龙一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讲，哦，我要10公斤，我要20公斤。一个人烤的时候，他只可以烤那么多，因为这个是现烤现卖的。对，相信现在你们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机械化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们还保留多少的这个古早味呢？其实对我来讲，应该是这样问：机械是怎么帮我们保留那个古早味，而不是机械会不会把古早味弄湿？哇！除此之外，其实机械也可以帮我们提升我们的卫生的程度，还有那个品质。很厉害哦，很厉害。我带你们去我们工厂看一下。哦，最后还是用看的啦，你讲不出来，讲不出来。欢迎你来我们的工厂，这是我的 baby， 我帮老爸建的。哦，其实我们有 ISO 的卫生标准，是其实要穿那个 hairnet 啊口罩，为了你们我们就今天关了工厂，不做生产。谢谢。这个是烘干那个肉干的吗？对，这个是一个用炭来烘干铺好的肉干的炉，以前就是用太阳来晒干那个肉干，现在为了卫生。做个炉来烘干它，所以这种所谓的那个肉干它的干的成分其实是用了这个太阳的那个热能，来把那个肉给晒干。其实就是那个原理。哎，这样子味道方面是跟当年的不一样吧？现在烘的时候就用火炭，我们再去烤的时候再用火炭烤多一次，所以里跟外都有一层个炭香味。对啊，古早味的肉干是切片肉干嘛？然后现在呢，也是一样吗？现在我们也是用切片肉来做肉干。以前切肉干的时候是手工切的，对吧？对，就是开始要去除那个肉的根啊，这些才可以切片。
传统肉干通通都喜欢吃那个硬的瘦肉比较多啦。瘦肉比较多。那个后腿肉它本身是瘦比较多，今天看到你的肉干是肥蛮多的。其实我们是用前腿和后腿，前腿会有一点脂肪，口感的话也会比较好。在腌制方面呢，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其实最重要是那个鱼露还有汤。除此之外，可能有一些就喜欢放姜青啊。腌制应该不可以太久，如果太久的话，那个肉会吸收太多水，会变成硬，很难去铺那个肉。我发觉你们的竹筛是圆形的嘛？为什么你们的这个肉是铺成这个四方形的呢？铺四方形的，切的时候就每片都是四方形的。古早的时候是圆的嘛？是圆的，就是我们整个形状就用到完。所以以前有一些三角形的肉干，是实际它的边边那边嘛，对不对？在铺肉的时候啊，要注意哪一些东西吗？其实铺肉就是要弄它比较平均，而且不可以有缝还是洞这些，因为你烤的时候会麻烦。你想想，如果那个肉干有一边厚一点，有一边薄一点，你烤的时候会很不均匀。哇！先尝。吃到不想说话了。是因为做节目啦，要不然的话呢，很少有这个机会现烤，然后马上就吃的。对。这个烤炉方面是不是有一定的讲究呢？以前的炉比较小，我们要加炭灰先，再加炭，过后才能烧烤。烧烤的时候都是用筷子来烧的。你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我们每片的肉干有厚有薄，你要小心，就是薄的不要给它焦。厚的要给它够熟。肉干以前呢会比较大还是比较小呢？以前的肉干会很大，很大。对，差不多可能这么大吧。哇！现在是小了，可能3层吧。厚的话是多厚呢？以前的肉干的厚度差不多5 to 6 mm， 现在就差不多可能3 to 4 mm 这样厚。那以前的包装是怎么样的？早期的包装都是只用一个蜡纸这样包起来，因为是送礼嘛，肉干。做过后我们就放了个红纸在前面，就比较好看。做过后我们就做个礼盒给大家，到现在至今我们都是包在纸里面，过后我们会放在保鲜袋。谢谢今天你们3位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哈。谢谢。Chef 他很想再吃哦。没问题啊。现在我们烤这些肉干都是送给你们去吃。原来如此，这样我们就今天午餐、晚餐都不用吃了。Lam，我跟你说当我一踏进你的餐馆的时候呢，我的心情呢就非常的愉快，有可能是你运用的颜色，还有这里的摆设。所以这里你们的主打都是本地美食吗？对，这边主打的是本地海南美食，比如说一博啦，海南鸡饭，你这里有吗？有。海南 pork chop 有。可是今天我来不是要这个所谓的海南的美食啊，我要的呢是颠覆版本的肉干料理。那这边我就看到有2样啊，先跟我介绍这个嘛。这道是肉干 Golden Blue。哦。所以原本的Golden Blue 它里头是cheese， 然后有 ham 这些，但是我们就把它换成 Iberico pork， 然后再下 cheese 下去，然后我们包着那个肉干，然后我们再沾我们的这个 potato chip crumbs， 对，然后我们就拿来炸。哇 ，OK， 首先呢，我是喜欢吃 cheese 的人，我也喜欢吃猪肉。好奇怪哦，因为乳酪跟肉干本身都是属于重口味的嘛。对。当你把2个重口味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打架的。然后只要看谁赢而已嘛。对不对？我觉得他们已经做朋友了，他们已经融合在一块了。因为这个肉干本身是带甜的，那个乳酪本身呢又是比较咸的，所以这个咸甜掺在一块的时候呢，给你一种不同样的一个体验。而我觉得那个 Iberico pork 在很多菜肴里头呢，它往往都是那个主角。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呢，它只是一个配角，它是来作为那个底，就是结合这2个重口味在一起，然后它就去平衡
整体的那个味道，好神奇哦！呀，现在我知道了，你是喜欢重口味的，对不对？重口味的啊，OK， 好，下一道。我对这个 butter cake 呢期望非常的高，为什么呢？每逢过年的时候呢，我一定会跟我好朋友的爸爸订那个 butter cake， 因为他是海南人，他的 butter cake 他做的每次哈，哇，都是很湿的，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切了之后，你放在 toaster 里面去 toast 哈。我们也是一路来都有在卖 butter cake 的，然后我们有卖很多不同口味。我们在想过年的菜的时候，想说要不然我们放肉干下去试试看，然后知道一次就过了。因为里头的那个肉干你是剁碎了，对不对？所以呢，当你在咀嚼的时候呢，隐隐约约呢就有那个肉干的那个香气。可是，直到你吃到上面的那个核桃还有那个肉干碎的时候呢，啊，突然间那个肉干的味道就来了。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搭配。Thank you， 谢谢你今天的2个介绍 ，Cheers。那 Chef 就是这里啦。老板呢？那我跟你说，老板呢就是其中一位这些健美先生，哪一个是他？哎，什么 A 啦，箭头都指向他了。今天我们是来健身吗？拜托，是让你来拜师学艺。后面去。OK。哎，老板，哎，你是老板吗？啊，是，你是老板啊。那个是1970年拍的吗？拜托。对。OK， 王老板，你从事这一行有多少年啦？啊，大概是20多30年了。20多30年了啊。啊，以前我是卖猪肉的。那怎么会突然间卖肉干呢？因为我每次送猪肉去给肉干店啊，每次拿猪肉去的时候，就是再看了女儿又嫁给我咯。啊，所以醉翁之意不在酒啦，近水楼台先得月啊。OK， 其实今天我们来这边哈，先要跟你讨教一下哈，看到底要怎么样的铺这个肉。哎，老板，我看到一些白色的，那个是筋吗？不是筋来的，好像是一点油这样，你看。哦。哎，这样你用的是猪的哪一个部分啊？我用的是前腿的。前腿啦。这个前腿比较好吃。通常人家是用后腿，后腿比较瘦。所以肯定的古早味的那个肉干哈是用后腿的啦。后腿的。我这样子看哈，我有看到一些糖啦，所以你的腌料有糖。当然有糖喽。鱼露。啊，鱼露对。糖。酱青。糖啊，这样2样就够了，不要再讲了。刚才我讲酱青的时候他就是不想回答，就是对了。每一个店家都是这样子 ，OK， 没关系。哎，老板，铺那个肉的话有什么技巧秘诀吗？你这样从外面泼到里面进去，就是从外面圆圈铺满先啊，铺这进去啦。是啊，哦。不过老板，我就这样子看你切的肉哈，感觉上是蛮薄的。蛮薄的，要薄比较好。你看到这片古早味比较厚一点。然后好像他现在这样子做到密，这样是对的啦。对吗？这样可以吗？可以啊，这样可以很美啊。中间有一些缝隙会怎么样吗？补一下啊，小肉出去补一下。为什么一定要补上呢？不然等一下会散掉吗？古早味的这个肉干哈，他们是铺好了之后，就拿去晒太阳。晒太阳，对呀，对。所以你现在还是在后巷晒太阳？没有啊，在这边呢。哇哦，内有。所以你是用火炭啊，火炭来熏它干的啦。你这边熏干了之后，你在哪里烤？烤在这边烤咯。哦，所以这个是一个烤炉来的。烤炉来的哈。早期啦，卖肉干的，他们就有这种小型的工作坊嘛，对不对？就是店面前面呢就是卖肉干，后面就是制作的。不过现在新加坡这样子没有了，我看只有1间2间没有了喽。所以老板，肉干晒干了之后，你就切成小片哈。用剪刀剪的，所以你是说传统的方式？是啊，不是用刀，用剪刀的啊。那你可不可以借竹筛给我们啊？好了，没问题了。早期的包装是怎么样的？早期的包装是这样包的，人家到淘个1公斤，这要称是1张，可是要包的是2张。2张 ，OK， 所以用的是蜡纸。这样哦，转的时候哦，对，这样包起来哦，一个蓬给料嘛，蓬给这样就放起来，就放这红纸下去，自己的字号绑一根那股泥手，就这样吊起来，药材店那种感觉啦。就是包好了之后，放一张红纸，然后用那个草绳这样子绑了，然后挂起来。对。OK，
谢谢你了，王老板，今天又教我们怎么铺肉，又教我们怎么包装。现在呢就不一样了咯。你还要再给我们看现在的？新的了。现在你不用给我看的，OK， 你要包就包了。现在呢，现在就这样。Chef 面，我听说你把这个肉干颠覆成一种酱料，那是什么酱料呢 ？XO 酱。XO 酱。对，这个肉干它在这个 XO 酱里面炒其实更好吃，因为肉干本身有那个焦味。是，然后你的整个酱呢就加了那个炭香的那个味道 ，smokiness， 对不对？你的就够了，对不对？我满意了。因为我是喜欢吃辣的，有那个辣劲儿，然后你搭配的东西我觉得都搭配的很好。首先呢，那个鱼本身呢非常有那个口感，那个鱼皮有鱼鳞在呢，它就有那个咬劲儿。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在吃鱼的时候都需要有一点点那个酸性的东西嘛，所以你只有那个柚子在那边。还有就是我把那个意大利醋嘛，把上面给拉进去，对。而且你还有那个日式的那个影响在那边，这个就是 fusion 嘛，对不对？你这个 XO 酱，这个灵感是哪里来的？因为 XO 酱一路来给我的感觉啦，或者是给很多人的感觉都是很高档的嘛。是。我常常在想要怎么样把这个 XO 酱平民化，每个人都能做，每个人都能吃到。你是怎么做这个酱呢？整个过程就是油让它热了之后，把那个葱、蒜蓉就一起的让它爆香。当然虾米、干贝是 XO 酱的其中材料，然后再来就是辣椒。辣椒其实有分成几种，有辣椒干，有辣椒粉，有新鲜的辣椒，凑合起来的时候，它有很不一样的辣味。有层次感对，有层次。最后就是当然那个 XO 酱就是用金窝火腿嘛。是。金窝火腿不只是贵，它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些时候会买不到。当我把金窝火腿这一个部分给拿掉，然后 replace 将肉干给加进来，取代这个金华火腿，再把它炒香。这个有肉干的 XO 酱，除了配这个鱼之外，还可以配些什么呢 ？XO 酱普遍上很多人都拿来炒饭、炒菜，是。但其实它可以炒 spaghetti， 它可以炒蒜盘子，或者是当天呢你很懒的煮菜，就煮了白饭，切点黄瓜。然后就把这个酱放在黄瓜上面，好厉害哦！其实就是好像三包放在那个黄瓜上面嘛，因为 XO 酱就好像是中式的三包嘛，对不对？哇，其实这个酱好嘞，好东西就要分享嘛。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对不对 ？Chef， 谢谢你今天的分享，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万事如意。Chef Aaron， 你知道为什么我带你来这个主区吗？当然知道啦，要做好的肉干，必须要有新鲜的猪肉。今天我们拜访的这个猪肉摊是父子3个人一起打拼的，重点是2个儿子是小鲜肉小鲜肉卖猪肉，肯定很新鲜。好。何老板是吗？对。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2个帅气的儿子，给你介绍一下好，我猜一下哥哥的名字叫做 Javier。对。所以这个他这里讲对Javier 还有 Jared。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加入的？我老爸是从2007年开始卖猪肉了，然后我们从小就有开始在档口帮忙。就是做那些比较小的东西找钱绞肉碎这些。疫情的时候，我跟弟弟就加入扩展生意。所以你之前是做什么的？他之前是做insurance agent 的。对，我本身是做 pastry chef。改行来卖猪肉生活上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吧？对，有。头开始的时候，那些朋友的聚会我们就不能去参加，因为我们睡觉跟生活的时间都不一样。我们就是下午差不多3、4点就要睡觉，
然后晚上12、1点这样就要下来档口准备开档。但是后来他们就是迁就我们的时间哦，在我们的 off day 啊这些才 meet up 哦。或者是人家通常是约去吃晚餐，你们是约去吃早餐的啦。是加入了爸爸的生意之后哈，你们3个有没有说什么分工合作的？我就是负责好像 customer service 这样哦，帮他们下订单这些。customer service。然弟弟呢？我跟我爸爸就负责准备货了。你会分解吗？会。你会啊？我们都要学，就是从头到尾哦，老爸就会传给我们讲。不容易啊，有没有切到手？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啊。每一刀就是一个经验嘛，对不对？记得。刚才你说你负责 take order， 这样有没有做网上的生意啊？是有的，就是头疫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做熟人哦，因为有一些比较年纪老一点的，他们就走不动，或者他们觉得来巴沙扛的猪肉很重。所以我们就提供一个服务给他们，帮他们送去他们的家。然后 through word of mouth， 我们就开始做我们自己的 website 哦。我们的猪全部都是从印度尼西亚的连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整只猪分成6个部分。这样的话哦，会不会有客人跟你们买猪肉过后拿去做肉干啊？是有的，就是做肉干的话，我们会推荐用那个前腿肉，因为前腿肉它的肉会比较嫩，但是传统的就是用后腿肉。我今天就要找后腿肉5公斤。我们有，是这个吗？对了，那这一整片，还有多样东西，你忘记了？猪油啊，那边已经有猪油了，我起了皮就有猪油了。不用这样省啦，又不是要你出钱 ，production 出钱啦，买一点啦。OK， 再多1片猪油。有，好。猪油目的是要涂在那个竹菜上面，是，把它铺上肉以后晒干过后，它容易拿出来，是，不容易翻。终于来到这一天了哈！对，终于，我的喉咙有点不舒服，因为这几天都一直在吃肉干。我也是有一点，工作的时候吃肉干，晚上睡觉躺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也在吃肉干，现在喉咙很干。不管怎么样，等一下你还是要吃。开始要切了。这里几公斤啊？这里大概5公斤左右。你知道店家们跟我们分享的那些窍门吗？切肉的时候一定要逆着纹路跑。对了。这样子的话，那个肉吃的时候它比较爽口，它不会说很硬啊。还有厚度呢？厚度的话5到6 cm。好，你5到6 cm， 你以为我们吃包粽啊？是5到6 mm。对，不过它是烤熟了之后是5到6 mm 嘞。这样的话不是切多1.2 mm 咯？因为烤熟它会收缩吗？所以就是你要切的肉是要7.2 mm。我们有没有如了？哇，真的有。那跟你讲啊，你的没有7.2 mm 的话，我就不要吃了。这些都是筋咯，所以取筋的目的是为了吃的时候口感比较好一点，不然它会一直咬不断。是，稍微等一下，你给我多2分钟，2分钟，OK 了。你在看什么？我在看那些鸡，刚才他们很吵，我就跟他们说，今天不是煮海南鸡，让他们放心。也不是做酱油鸡了，那个是 Kim 做的。哇，你开始吃了，这个是现代的。好，你喉咙不舒服，不要吃那么多嘞。OK， 筋切好了，现在我们要切片了。就是这样啊。对，哪一片给我先？来，有吗？差不多了。我们所以现在是切片呢，因为呢古早味的这个肉干呢都是切片肉干，没有那种肉碎的，肥肉会比较少，所以可以看到我切到全部都是瘦肉。你不是有在家里sample example 了，对不对？对。他当然在家里已经先做好了一个，因为我们需要好几天它才可以风干的嘛。现在只是示范给大家看那个切肉还有腌制的过程。OK， 够一个主菜了。这时候我们腌制那个猪肉片。OK， 首先有糖呀，要多点糖啊，因为肉干呢肯定就是甜，而且呢以前呢更重口味啊。然后有鱼露 ，OK， 过后有生抽，
哦大多数的老板啊，他们都没有提到要用这个生抽，这个酱青啦。我觉得搭配一点生抽的话，味道会更香。那个年代哈，酱青应该是其中一个惯用的酱，所以这个酱青我觉得是应该在里面的。然后他们说腌的过程呢，不用说2个小时还是什么，因为他们就会直接放在这个竹筛上面铺了之后，一边晒一边风干，是一边在腌那个肉。为什么要抹猪油呢？晒干肉干以后取下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它不会粘在竹筛上。我们铺肉片的时候呢，老板说从外铺到内，然后要稍微叠在肉的上面，尽量不要有缝。有洞的话呢，烤的时候就很容易破掉。你切的肉这边是厚的，它的尾端呢是薄的。原因很简单的，这个薄的你就可以重叠在另外一片肉的上面吗？如果都是一样厚的话，这个都是不是很不均匀，是不是这样讲？对对对。OK， 接着我们就要拿出去晒太阳，不是一起吗？哎呦，一个竹筛还要2个人扛，真的假的 ？OK， 我们就在这里晒吧。老板说以前他们都是用太阳晒，然后也要看天气啦。好像今天的话，我看要晒3到5天。知道了，没有错啊。你不要跟我说我们要等3到5天吧？哇，这个就是你做好的哈？对啊。哇，是模式样哎。我们就要开始起火了。对，没错。那些老字号的档主都跟我们说呢，一定要先下一层那个炭灰。放炭灰的目的是防止那个炉穿底啊。首先我要用刀把那个肉拿下来。我晒得挺干的。你要不要用刚才我用的那个铁尺？好啊，应该是有帮助吧。一起啊，齐心协力，共创佳绩啊！哇，几块一下 ，OK， 好了。哇！其中的一个店主就说，古早味的肉干是比较大片的。对，剪了之后就很像了嘞。它的纹线非常的明显，它旁边的这些真的不是很好看怪不得他们现在直接就要铺成那个4方形对，老板有讲过要用温火，所以敲一下摊开，让那个火没那么大。摊开的目的也是让那个火比较均匀。古早味都是用木筷子。我从来没有烤过肉干excited 嘞。我想这种小型的做法就是这个炉酱小应该是以前在街边流动式的那种摊位。对，我决定先试了。首先先看一下这个肉干，整体来看的话呢，它的确很干。哦，很 crispy 啊。你跟我讲甜不甜？不够甜哦。我放很多糖了嘞。感觉上这个是肉干修歹啊。有可能那个糖下不够，要把原先的味道调更重一点。1片、2片、3片，然后这个我们就放在最上面啊。师傅有讲说拿2到3张，是我看2张就够了吧？呀，因为我们的油不是很多，根本都没有油。砍，对，然后折上来，然后再砍，折上来，翻过来。红纸代表吉利，然后我们选择草绳来绑着它。哇，很有感觉啊！哇！今天你就当做是我的 brother， 1人1半 ，OK。好，大片的给你。好。我要还你一个公道啦，因为刚才我们第一次试吃的那一片就是边边的那一片，所以它比较干，比较柴。不过这一片呢，刚好是中间的那一片所以呢，它的厚度我觉得是对的。你在咀嚼的时候呢，它里头的肉呢还是有那个汁的，很有成就感。当然，每道食物呢，对每个人来说呢，都有不同的回忆。不过很神奇的每当我们一说到肉干的时候呢，大家呢就会异口同声的说新年。所以呢，这个是所有华人的一个集体的回忆。在今天过年呢，我们就呈现出这道肉干，别具意义。因为呢，过年呢，其实就是象征了爱，象征了凝聚力。所以大年初4，在这里我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可以吃遍4方，大饱口福，恭喜恭喜！